小姐，请柬。他这请柬根本就不是他的。小姐，如果你要是拿不出请柬的话，我可就要叫人了。他是我朋友。陆先生，他是您的朋友？哎呀，那肯定是误会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大伙儿都不要看了啊！一场误会。哎，好好喝，好好喝啊！哎，散了散了。先生，谢谢你啊。你帮我赢钱，我帮你解围，咱俩两清。两清。你的请柬。哎，我准备了礼物给你。给我的。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打开闻闻看。够了吗？差一点。舞会还没有结束，你要现在想进去还来得及。我想见的人已经走了。对不起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弄到这张请柬吗？那我把钱赔给你吧。你是要赔我？赔我10碗馄饨吧。上车。我们家在苏州也算是名门。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原本要出去留学，后来家道中落，我就开始在外面工作。先是在一个药材行做学徒，后来开始做起了药材生意。哦，难怪。我刚开了一间大药房，未来会是上海最赚钱的。你呢？说说你自己吧。我什么？你哪里人？我乡下人。乡下哪里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那家里都有哪些人？没什么人了。家里是做什么的？乡下能做什么？哎，你属什么的？啊，不是我属什么跟你？没事，我就是想，我们俩是不是在生肖上相克？文先生，我到上海呢，就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挣钱养自己，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考虑。挣钱的方法有很多，你不一定要靠卖钢笔才能养活自己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但我对我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的。是吗？嗯。那是你不了解你自己。文先生，这么说吧，我很谢谢您对我的欣赏，但是我觉得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求我了。你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，还不如去找一个跟你更适配的名媛呀。所以你觉得我是在追求你？你这些举动，我觉得是的。卖花了，你要不要买束花？小姑娘，来，你要买花吗？买一朵。
就这个。谢谢。卖花了，卖花了。朱小姐，我现在代表文氏大药房，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。啊？所以你是想让我到你药铺去做事？哎，不瞒你说啊，刚开始我其实是看上你那漂亮同事，一直到你的出现，我才在心里跟我自己说，这女人我要定了。哎呦，文老板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我理解。要不你看这样，我以你现在工资的2倍薪酬，请你过来，外加一个远大前程，还有一颗火热爱财的心，考虑考虑。文先生，我很谢谢你啊，但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在永新百货上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了解中药，我也对你们这个行业不感兴趣。哎，哦，谢谢啊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不会放弃的。陈辉，姐，这才2天不见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可能是太忙了。我给你拿点生活费，你想吃什么就买，别饿着自己。好的，姐，好我先去上课了。我回头再来看你啊。好。官铺，这不是宋朝的东西吗？对，就是效仿宋朝推出文具官铺。所有的官铺呢，定价都是5毛钱，但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有价值10元的钢笔，还有价值几毛钱的铅笔，也有价值几分钱的橡皮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不会亏钱吧？按照这个比例，控制各个价格的奖品，不仅能够刺激顾客踊跃购买，所有的产品最终售价比现在的售价还能略高1成。你确定顾客会踊跃购买吗？按照我那个输光了大半家产的爹留下来的经验，我确定他们会上瘾。你从哪里想到这个主意的呀？赌注。好，那试试吧。给我来5个官铺。哎，好。哎，我要4个，大家不用急啊，我一大早就来了。哎，先给我拿1个。大家不用急，我们这个官铺数量充足啊，大家不要急。哎，一个，谢谢。一个的，我要2个，2个。一个。哎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都会有的，别急都有，别急。都有，一共。啊，这是你的。哎，金百利钢笔。都不要急啊。您的2个。不要急啊。天哪，我中了！我中了魏定文的自动吸墨笔，中了！你看，1个就中了。赶紧通知库房补货，然后从其他部门调几个人过来帮忙。好的。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什么都没有，你中了吗？就一铅笔。喂，田氏药号。田氏药号，我找田副总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哪位啊？我是倪小姐。啊，田副总说他不在。你说什么？田副总说他不在？喂？
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，什么感觉？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，其中6家呢是西药，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，其中的32家都是国药。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，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，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。门面虽然是不大，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，那田氏药号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。你这只说对了一半。那另外一半呢？上海有300多间国药铺，哦，谢谢。有58家是田氏药号的。论名气、规模、营业额，还有资历，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。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，应该视为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。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号合作呢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冰片、薄荷，还有安息香。哎，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。精神丸，我从一本手抄本的永乐大典上找到的古方，花了我20大洋，加上我试用改良，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。那如果这款清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，就算是不挣钱，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和其他药品的销售，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。头脑算清楚啊！哎，不过我有一个问题，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？啊，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。That's your job。什么？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，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，结果被你给搞砸了。现在换你去说服他，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，改卖我们的清神丸。那我怎么说服他呢？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，这不是你的工作吗？啊，还有空多补2句英文。这我不想吃了。都约好了，明天下午你直接过去。田二少跟他哥哥也打了招呼，说你是我朋友。田家还有其他管事儿的人吗？以前都是老爷子在管事儿，但是几年前他中风了，就一直是田大少说了算。那就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。哎呀，不用，我是去谈生意，我不是去拍电影。哎呦，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如果田大少迷上你了，自然什么都会答应你的。哎，这件事情你是要相信我的。嗯。哎，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教你那么多遍都学不会，我教都让猪都学会了，猪都不如的家伙，转过去让我踹一脚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说你这笨的啊，我让你转你就转，笨的要命！下个月别拿工资了啊，把你从少水吧唧吧唧得了，什么玩意儿还出呢？干活去吧你，快点！什么东西？田先生。你谁呀？我是楚韶华，之前请您的弟弟田二少爷和您联系过。啊，那个小明星的朋友，上来。文老板，其实你不用破费的，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，但是穿上去很舒服。再说咱们去谈合作，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。
就这双吧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是霞飞路，我们从这出发，绕过跑马厅，从爱德华路到外滩。如果时间够的话，杀回西藏路，拿下静安寺路。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要一家一家的跑，对吗？是啊，一天跑15家，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。人走吗？走了。西洋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，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，考虑一下。走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可以先铺货，3个月以后再结账。你帮我们卖100瓶，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。10块钱？嗯。哦，对，如果顾客订货超过10瓶，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，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，我们帮您送货上门。走了。啊，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？我们今天计划15家，才跑12家而已。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？你再容我喝一碗。还喝啊？啊。老板，再一碗啊。这位姐。明明有点女人味啊。Lady，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。你把我当男人用，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儿啊？以后谁敢要你？做个文明人啊！哎，楚兄，开不起玩笑啊，楚兄。翻脸了。文氏大药房呢？认识啊？你瞎呀？他们是田氏药号的。什么事啊？就是你们2个是吧？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、送样品啊？有吗？你啊？对，是我。怎么了？从这条街上滚出去！凭什么呀？这条街是你田家的。就凭这个？走了，走了啊！走了，怎么了？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。管好你的臭婆娘，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，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拿着。嘛呢？你这有去无回是吧？有去无回，有去无回，有去我让你有去无回，我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去死吧！臭婆娘，谁臭婆娘？谁是臭婆娘？让你有去无回，我让你有去无回，让你有去无回，我死吧！啊！行了，别碰我！好了好了，放开！去，快点，赶紧走了，去死吧！你太疯了吧！你也太怂了吧！我更不是保护你嘛！哼！再说了，敌强我弱，你凭什么硬碰硬？敌强我弱，那就以命相搏。一开始就认怂的话，只能助长对方的威风，堵死自己未来的路。这不也被吓跑了吗？我们是做生意的，你真跟他们拼命啊！你既然想从田大少嘴边抢食，那就更应该寸土必争。也只有豁出命去争，他才会忌惮我们，下次才不会派人在巷子口堵我们的路，懂不懂？打这一架他就怕我们，下次来更狠的呢。是怕我，没有门。这些多少？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多少钱？活当多少？死当25大洋，活当15大洋。这些首饰，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。
当吧。得嘞，破铜烂铁一堆，死当25大洋。等等，再加上这个。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加1大洋，一共是26大洋。哎，那大叔，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子碗啊？1000多斤吧。全部给我吧，我按历史最高价3角5一斤给您结算，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立约为证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成的定金。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，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。好好好，太好了。但是啊，我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就您这些子碗，不能再给其他人了。第二，您给先交货。第三，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，必须严格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没问题。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所谓抵押，不过是以物质钱。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，但我手上这批子碗，的的确确是值500大洋的，并不违背以物质钱的根本。但是子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。那就按上一季子碗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，我手上这批1500斤的子碗，价值怎么也有300大洋了。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，下一季必跌；上一季跌的，下一季必涨。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。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。也行。各位大哥，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，一共是150个大洋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您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子碗，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，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。我以这4000多斤子碗做抵押。最多给你500大洋。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，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。这个好，我借4000大洋，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子碗做抵押。15000斤，也只值1500大洋啊！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，也不知道子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。你一个开典当行的，怎么关心起子碗了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手里面有1万多斤子碗呢。你还别说，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。我手上也有齐州子碗，倒是不多，只有1500多斤。哟，奇了怪了，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子碗？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？对呀，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？我的齐州子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。哎，我的钱也是放给她的，也是以齐州子碗做的抵押。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？坏了，正是他。那有问题啊！你要带多少杆啊？啊，我想带5000大洋。这么大笔款，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，我们才敢放款。我这手上呢，有4万多斤的齐州子碗，至少价值8000大洋。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，我就可以全部兑现。想让我放款给你，绝不可能。陈家大少奶奶，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！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！得亏我们发现及时，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！几位掌柜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让你们如此惊慌啊？
你用50大洋骗了我150大洋，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。赵掌柜，您这个骗子，我有点不服。请问，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啊？可是，哎，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我虽然胆大，但是做的并未出格。你们这几家，谁家定规了，我不能这样抵押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嘴还这么硬，哎，就是。你们的本金，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，而抵押给你们的瓷碗呢，现在都长势喜人，眼看丰收在即了，你们的本金和利银，也都可以圆满收回。哎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？可你这么做，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？当然知道。如果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，那我就颗粒无收，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。但是如果跌破了1角8，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。哎呦，姑奶奶，这钱我不放了，你退给我吧。哎，我的钱你也退给我。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呀？哎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，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。老孙老钱，稍安勿躁啊！不要冲动啊！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是区几百大洋，我可是上千的。我的也是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贷给我的款子，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，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。你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跌破2角吗？但我有办法，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。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去年紫碗的价格大跌呢，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。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，把价格抬上去。这怎么抬呀？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。我？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了，那今年齐州紫碗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。贷给他，老李。不是，你们刚才还在这……哎，老李，你必须得贷给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。5000大洋呢？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紫碗吗？那万一卖不出去呢？卖不上价呢？哎呀，老李，只要你进来，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！这样吧，李掌柜，如果您肯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碗都收完，那你们的利银，我可以再上浮1成。老李，如果你现银不够，我可以拆借给你啊！老李，去年你求我办事儿，我可都答应了，今天是你还情的时候。是，老李，别犹豫了，这买卖准赚，可以进。那5000也太多了，4000够吧？足够。小王，哎，大少奶奶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我跟您说啊，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，价格给的都挺高的，最高开到7角1斤，但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。好。大少奶奶，我想问问，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？哎，大少奶奶，有客人。谁是主事的？是你，易掌柜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长出息了。我说怎么着，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碗看不见的，原来都在你这儿啊！哎，请坐。是啊，一共10多万斤吧。哎呀，你自个儿收这么多，卖得出去吗？这不您都上门来了。
我上门来了，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，乡里乡亲的，我是过来帮你个忙。这个价钱呢，就按去年的价钱，2角1斤，全给我啊。紫婉今日的最新价是7角1斤，而且还买不到。这种谣言你都信呐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年的紫婉品相不好，价钱比去年还低呢。小王，把那个给我。是吗？咱不说这个了哈，我这个人呢心肠软，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，我再给你加1角，3角1斤。你如果能卖呢，我就买；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，我也不跟你啰嗦，我就去明关镇找那些药农。明关镇的紫婉，全部都在我手上。那就郑章镇。郑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。我呀，不信。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？嗨，不用，这个契约就是摁个手印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我信你，你真不错，您厉害。谢谢易掌柜夸奖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1角，4角，那可比去年翻了1倍了。不好意思，易掌柜，今年的紫婉我不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？陈寡妇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怎么说话的？易掌柜，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，您请便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赶我走啊？哎，我说陈寡妇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有这10几万斤的紫婉，你就奇货可居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易掌柜一句话，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1斤紫婉，信不信？我信。易掌柜的威风，我也领教过的。这不结了，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4角1斤可以了。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，好了。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紫婉呀。什么？啊，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？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！你一个年轻小寡妇，长得又漂亮，在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，会毁了您的名声。在这么偏僻地儿，谁来呀？也就我，只有我买你的紫婉，要不然你卖给谁呀？易掌柜，我实不相瞒啊，我打算把这些紫婉卖到上海去，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易掌柜的指挥。卖到上海，你还南京呢？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要卖我就买，你要不买我就立刻走人。我数1、2、3，1、2、3。老梁，哎，咱们走。老梁，你别拉我，你拉我也没用，说走就走。我觉得他是在唬我。他一个小寡妇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他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，鬼才信呢。是，夏老板那么大能耐，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，就凭他一寡妇。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，今年就是空手而归，谁也不能买他1文钱的紫婉。掌柜的，那个什么，空手而归，他们那边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做生意就得熬，看谁熬得过谁。哎，大少奶奶，哎，其实4角1斤已经有的赚了，而且一把都能出去。那又怎样？我
觉得可以买了。还不是时候。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？也许。1斤都没有。是，那怎么行啊？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陕西，还有云贵川的客户，我2个月前就签了，定金都拿了。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那咱得赔钱啊！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，要是传出去，首元药妆1斤紫菀都拿不出来，这面子可就丢大了。今年紫菀欠收。那倒不是，不是那是为什么？背后有人搅局。谁？就是楚家有一闺女。这没几万大洋，这局是搅不动的。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，他能有这实力？说的也是啊，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。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，竟敢跟我们首元药妆叫板啊！大掌柜，说说，是谁呀？这个具体是谁呢？还不特别清楚，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，好像是上海来的。上海。